为什么只有高达 SEED 中出现了斩剑刀？首先要提2点，第一个是这玩意儿其实叫对剑刀，斩剑刀这名字有点夸张了，那是超级系范畴的。第二个呢，其实在 UC 系也是有类似的概念，比如 ZZ 高达的高出力光束军刀，其实也是有对剑功能的。那么大家常说的 SEED 斩剑刀到底是什么概念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强袭、脉冲、命运这3台机子上面的刀型武器，它是以实体刃为基础，在保留一定实体刃的同时呢，将刃口部分改成了光束刃。那么为什么 SEED 里要出现这种武器呢？抛开众所周知的华丽度、好卖胶不说，其实剧中也是有相关的设定背书的。首先 SEED 宇宙的光束军刀原理就与其他高达系列大有不同。拿 UC 来举例， UC 的光束军刀是用艾力场形成特殊形状的保护层，并在其中呢填充高热的等离子体。当艾力场碰触到物体时呢，就会破裂，将里边的高热等离子体露出，从而达到切割的目的。这样既保证了高热等离子体不会扩散，也尽量增加了光束军刀的长度。而在这个原理之上呢，如果2把光束军刀碰撞，2个艾力场就会互相排斥，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 UC 宇宙的机体会拼刀。但 SEED 的原理就简单粗暴很多，它的光束军刀说白了就是一个打火机，直接把能量喷涌出去形成的。所以 SEED 中的光束军刀并不能互格，剧中都是拿着盾去格挡的，除非作画失误。而后期中会看到的一些特殊形状的光束刃，其实是用幻象粒子塑形的，对，就是迅雷高达海市蜃楼系统那个粒子。只不过幻象粒子就算互相碰撞，也不会出现排斥反应，因此呢 SEED 第2季中依然无法出现光束军刀互格的情况。那么 SEED 宇宙光束军刀的缺点也就显而易见了。第一，没有立场塑形，就意味着能量会大量扩散出去，耗能将会增加。而又由于有中子干扰器的存在， SEED 宇宙中大多数机体都是非核能机，也就意味着能量紧张，因此光束刃就很难同时保证长度和威力。那么在对战舰时呢，这个缺点就会被无限放大。由于战舰体积较大，想要切到内部核心部位，就要让光束军刀保持一定的长度，而要想保持长度，威力又会有所衰减，因此对剑刀这种武器就有需求了。大家其实只要买过有斩剑刀的模型，都不难发现它的光束特效件是头尾都有喷射效果的，也就是说对剑刀上的光束刃是由2个打火机从2个方向对流而成的，这样就既保证了长度，又保证了出力。第二，SEED 中高达系列的 PS 装甲是可以将实体武器在一定程度上无效化的，而他们的盾牌上更是加涂了反光束涂层，所以就造成了本体物防高特防低，盾牌第1层也就是反光束涂层特防高物防低，第2层 PS 装甲物防高特防低的结果。简单来说呢，就是必须先用物攻刮掉涂层，再使用特攻攻击里边的 PS 装甲。而能开上高达的驾驶员拿盾牌格挡光束武器呢，都是常规操作，因此就需要一种能够破他们盾防的武器。而对剑刀呢，恰好就保留了实体刀刃的部分，尤其是剑脉、刀背整个都是刀刃，那么就可以在对盾时呢使用实体刀刃，对身体时呢使用光束刃。这里大家可以看几个例子强袭的对剑刀虽然实体刃只有刀尖部分，但在砍圣盾的盾时，虽然光束刃被涂层中和了，但实体剑还是会把盾牌砍变形了。与其说是砍，不如说是压的吧。再来看剑脉对盖亚这里，当史黛拉顶盾冲过来时，飞鸟是使用刀背的剑刃部分还手的，只不过呢要一边防御对面的攻击，一面反击，所以没用上劲儿。而当后面要砍本体时呢，则使用了光束刃的部分，只不过被格挡了。还有就是命运对无正时，面对加速砍过来的命运，无正呢也是要第一时间闪身躲开这刀，随后呢才能接下动能较少的第2刀。而飞鸟爆种后呢，这瞬间打出了一记回旋斩，动能也是拉满，直接把无正给打失衡了。最后呢再来看看最经典的脉冲捅自由。很多人好奇自由身上 PS 装甲为啥会被实体刃给捅穿了？来，咱们仔细看看首先是飞鸟使用回旋镖对自由的盾牌造成了初步伤害，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划痕。随后飞鸟使用了前格捅了上来，面对这样的高冲击力实体剑，受伤的盾牌显然是扛不住的，因此呢被捅穿。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本体的 PS 装甲。先来补充一个细节剑脉的对剑刀在刀尖部分也是可以展开光束刃的，买过 MG 脉冲的各位应该都了解。而动画中呢，当脉冲捅穿自由时，也可以看到光束特效，所以呢可以理解为是打本体时飞鸟将光束刃打开了，所以能捅穿。可是在脉冲捅自由之前以及捅完自由以后的这个画面中我们又发现刀尖上并没有光束刃。那么如果要排除飞鸟特意要手动开关，或者武器上有自动识别进行开关的这2点，那就是最后一个解释，冲击力太大， PS 装甲也扛不住那种。毕竟之前的剧情里边也有大力出奇迹的效果， PS 装甲也不是物理防御无限高，在面对一台60
60多吨满速冲过来，还刀尖如此锋利的武器撞击时被戳穿也不奇怪了。那么以上呢，就是结合 C 的宇宙背景设定以及实战分析所得出的为何 C 的需要对剑刀的结论了。当然了，这个武器说白了主要还是对剑用。在动画中，除了飞鸟超常发挥，这个武器其实在对 MS 战中呢没有啥好成绩，而且就算是对剑刀爱好者飞鸟，也是常年对剑刀本身直接被对面给斩断了，这也是对剑刀最大的缺点了。对黄牌击师时效果十分有限，主要就体现在攻速上面，要么怎么会有被空手入白刃之辱呢？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了，喜欢的小伙伴大家可以点一个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咱们下期再见。勇士、自由、剑脉那种两头都有刀刃的武器有什么用？俗话说啊，武器越怪死得越快。这种武器呢，既不能增加正面攻击的范围，似乎呢又容易误伤自己。那它到底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在之前那期视频问这个的小伙伴，你可算是问着了，因为我以前也有同样的疑问，所以稍微研究过一点。今天啊，我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收集到的资料。其实呢，这种中间一个杆杆，两边都是刀的武器，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啊都有出现。最有名的呢，当属星球大战。但众所周知啊，星球大战的武器部分大多数啊都参考了日式风格，因此啊，这玩意儿说到底还是日本的文化输出，而中国呢就很少有这种武器的记载了。比较有名的呀，可能也就是鲁智深和沙和尚在影视剧中常配套的月牙铲了。这东西据说呢，本来就是个铲子，是和尚们干农活用的。在战乱年代，寺庙为了自保，就在铲子另一头安装了月牙刀刃，这就是月牙铲的由来了。但这玩意儿说到底啊，还是农具，正规军队啊是没人会用这玩意儿的。如果说中国这边用于实战的双头武器，可以参考电影《师傅》里边出现的乾坤日月刀，主打的呀就是一个攻守兼备，出其不意。大家想想啊，对于大多数武器来说，挥舞出去以后，想要进行第二次攻击，就要先调整武器的姿态，而双头刀呢则不同。从这段星球大战光剑表演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双头刀无论是纵斩还是撩刀，都很容易打出二段攻击的效果。总体看下来啊，攻击频率要比单刀高出不少，尤其是当武器抡起来使用以后，攻击频率更是像棍法一样接连不断。其实这玩意儿呢，放在人类身上啊，还真是不太容易打出效果。一个是两头都是武器，很容易伤到自己；一个是冷兵器互殴，这种攻击频率啊虽然高，但上面的小刀呢伤害却是有限的，可能实际效果还真未必有棍子好使。可是如果机器人使用光束武器来实现的话，那就大有不同了。第一，机器可以通过 AI 计算武器的攻击半径，大大减少了伤害到自己的概率。第二，光束武器这玩意儿啊，不是靠力量来打输出的，只要你光束触碰到了敌人身上，那么就会给敌方造成相当大的伤害。这时呢，高攻速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咱们这里看几个例子啊，首先是勇士打贝亚兰，这里我们看到勇士的起手啊是标准的打了一个回旋斩，只不过呢，毕竟勇士的空中机动不太行，第一刀刀头部分没有砍中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旋转身体让刀尾攻击，就很容易因机体旋转一周而失衡了。因此呢，只能选择把刀抽回来，保持身体平衡的同时，用刀尾继续攻击。只不过这个间隙啊，就足以让空中机动性更好的拜亚兰进行反击了。所以说啊，空中性能不好的机子，千万不要随便找人家空中机动性强的机子玩近战。接下来啊，咱们再来看看吉拉打克队，还是标准的回旋斩起手。大家仔细看啊，刀头部分斩了克队的手臂以后，克队做了一个后仰的动作，才躲开了刀尾部分的攻击。不然的话啊，这一刀下来，连手带头，甚至龟壳啊都得被削下来。接下来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是爆炸还是什么的，反正吉拉在那愣了一下，才打出回刀斩。这时呢，克队已经向后移动离开了。如果吉拉没愣这一下啊，而是立刻往回斩，估计这会儿克队啊已经被劈成两半了。光束武器高频率的攻击啊，就是这么恐怖。最后呢，再来看看小鸟的，它和前面两个不同，起手就是直接纵斩，这也与武器种类的区别有关。毕竟前面二者啊都是光束刃，而剑脉呢是实体加光束刃。纵斩起手可以更大限度的发挥势能优势，攻击呢也是从刀尾开始。盖亚侧身躲过刀尾后，还要仰身躲过刀头的攻击，这么大幅度的躲避，要先恢复正常体态才能还击，时间本来就很紧张了。而飞鸟呢更是没等对方站稳，直接打出回刀斩，把盖亚都抡飞了。其实这个攻击频率啊就对味了，第一季吉拉缺的就是这个反应速度。当然了，也有可能是飞鸟有针对性的练过，吉拉毕竟是远程为主，半路出家当人棍王的嘛。而且不得不说啊，飞鸟第二次攻击时，直接把原本的双头刀拆成了双刀使用，打了对面一个出其不意，甚至还把对剑刀当投掷武器用了。
可见它对脉冲的机体熟练度啊，在刚登场时呢就已经相当高了。而上面举的这些例子啊，还都是比较拟人的攻击方式。其实高达作为一种机甲，最大的好处啊，就是可以让关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无限制的转动。就比如勇士在游戏中表现出的转刀，不但可以超高频率的打出行云流水般的攻势，甚至呢还可以在一些情况下以极高的转速充当盾牌来使用，这就是人类无论如何也很难做到的了。顺带一提啊，你看总帅的沙扎比没了双头刀，还想保持攻击频率，是不是就只能在那瞎鸡巴砍了？所以说啊，双头刀这种武器，虽然以我们人类的角度来看，确实并不是那么实用，但是放到科幻机甲作品中啊，却又意外的符合人类对该武器的期待，并不是单纯的好看而已。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为什么高达驾驶员能够躲开光束步枪射出来的光束？要想解释这个问题啊，我们就要先来了解一下光束步枪的原理，以及光束步枪到底射出来的是啥。咱们就以这方面设定最为详细的 UC 来做举例。因为像 SID 呀、00啊，虽然啊都有着自己的光束武器的理论，但实际上除了里边一些名词不同，其实只要火炮级别相同的话，比如 SID 光束步枪对00的光束步枪， SID 的等离子炮对上00的高浓度 GN 离子炮，那无论是威力啊，还是速度，还是破坏力，都是大差不差的。当然了，他们在演出上的通病啊也是一样的，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还是先来看看 UC 系的光束武器设定。虽然 UC 也存在着像电荷武器啊，或者是中性光束武器这样的兵器，包括激光武器啊，但是我们在动画中最常见到的，也是最泛用的，是由米氏粒子所衍生出来的光束武器，主要呢就是大家常说的米伽粒子炮了。简单来说呢，米氏粒子本身啊就是质量接近于0，且会带有正负电荷的粒子，它们具有以立体网格状态自发连接的特性，而这粒子之间产生的斥力以及正负电荷相互作用产生的这种状态，就是我们熟知的艾力场了。当我们将这些带有正负电荷且是立体网格结构的米氏粒子压缩到一定程度以后，米氏粒子呢就会互相融合，从而形成米伽粒子，再利用艾力场将其加速收束，打出去之后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光束了。而当这种高温的粒子撞击到目标以后呢，就会迅速将其融化贯穿，并在目标内部呢产生各种连锁反应，从而获得超高的破坏力。举个例子啊，当时的扎古想要摧毁一台 MS， 经常需要多台扎古进行密集射击，才能让对方的 MS 迅速沉没。而光束步枪呢，只需要在关键部位命中一枪，不说直接打爆吧，至少也是会造成大量电路报废，导致机体宕机，这差距啊就显而易见了。所以说夏亚说的那句要是让骡子听到了，就可以立马怼一句，打不动的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俩人啊能在那杠一辈子。而当年白色恶魔之所以能到处耍流氓，就是因为虽然米伽粒子炮的应用是吉翁先进行的，但将光束武器小型化的却是联邦军。当时 RS-78 的光束步枪就已经拥有着接近巡洋舰主炮的威力，只不过那会儿啊都只能用1 cap 来储存弹药，一次出击呢只能携带16发，每次打完啊都要回母舰重新补给。后来联邦推出的1 pack 就是相当于弹匣的装备，才解决了光束步枪续航的问题。当然了，这个设定与 SID 和00差别就比较大了，因为 UC 的光束步枪子弹都是存在武器里边的，和咱们现实世界中的枪支子弹是一样的，而 SID 和00呢则大多数是通过机体供给能量的，所以啊 SID 的机子掉电快，00呢则是除了原装太阳炉都会面临能源分配的问题。这里啊还要提2个光束步枪的缺点，一个是在大气圈内，由于环境比较复杂，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散射情况，尤其在这种初期技术不够成熟的时候最为明显。因此呢，陆战高达会配备大量的实弹武器，虽然威力差一些，但胜在量大管饱，还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进行火力压制，这是初期单兵光束武器很难做得到的。另一个缺点呢，就是虽然光束步枪威力很大，但它也同样受着口径的限制。常规口径的光束步枪打 MS 威力是够的，但是打战舰的话就很难造成致命伤。这也是为什么就算装备了光束步枪，也依然需要配备火箭筒这样的武器去对舰，因为火箭筒造成的碎片杀伤力在对舰时还是要比一般的光束步枪要强的。所以知道为啥马格南强了吧？那么粗一个光束，命中半径大大提高的同时呢，还能一蹭就让对方机体接近报废。对舰时呢，也是如同给他来了一发战舰级的主炮，恐怖如斯啊。那么介绍完了光束武器的大概原理和优缺点，我们就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这玩意儿到底有多快呢？网上我看到有2个说法啊，一个是亚光速，也就是90%光速以上的速度，另一个说法呢是1/10光速。那咱们就按1/10光速来吧，那也是将近3万千米每秒的速度，在99%的作战场景下，基本这都是这边扣动扳机，那边就升天了的。这一点呢，也是早期扎古的豆豆枪所无法比拟的。具体有多快，我们可以看一下光束狙击枪，在如此远的距离下进行射击，
光线基本上都是直接生成一条直线，跟光束箭一样把目标就给击破了。那么这么快的速度，为什么我们会经常看到剧中的驾驶员能做出躲开光束的操作呢？真相只有一个，打歪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MS 战都是运动战，在保持一定的距离的情况下，驾驶员从驾驶舱屏幕上看到的敌方机体，其实呢个头并不是很大。举个例子假如你站在10层楼高的建筑物上，楼底下呢有一只哈士奇在狂奔，如果你手里有支激光笔，你能保证一下就能照准那只哈士奇吗？近距离的话就更好举例了，假如有一辆开120迈的摩托车从你眼前经过，你能保证你手里的激光笔一下就能照准对方吗？这还只是同一水平面的，要是到了空战或者宇宙战，那就是XYZ 3轴了，难度更是可想而知。这时呢，可能有人说了那高科技机体不一样人家都是有东西帮忙锁定的呀。那确实只不过呢，在 UC 这种雷达普遍失效的环境下，机器锁定效率远没有你想象那么高。而且呢，你锁定敌人时，敌人的机体呢也会发出被锁定的警报。这个时候，万一对面突然改变轨迹，你再一犹豫，这一来一回误差可就大了。那么既然大家现在都搞明白光束武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了，那高达剧中各种 bug 也就显而易见了。首先，就算有被锁定的警报，大多数机体要想仅凭警报就立刻从静态转为动态躲避光束武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它是有量子力学加持。其次，很多剧中的光线武器呢都会有慢慢逼近的画面，其实呢也不太准确，这玩意儿基本都是瞬间到你眼前的，你是看不到逼近的过程的，除非这玩意儿采用的原理和传统光束武器不同。所以说如果你们不小心穿越到高达世界，一定要记着，上了战场就别停着，跑动起来，用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下一步要去哪儿的行动方式来迷惑对面。而如果对面是一个人棍高手，你可以学下飞鸟，分析一下他第一枪爱打哪儿，打不中会再打哪儿，在对方射击前呢就做出动作，或许真的有用。但如果你对面是一个枪枪待预测，枪枪奔驾驶舱的老阴逼，建议直接躺平了，享受驾驶舱的触感吧。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你有没有好奇过，高达这种动辄60-70吨起步的大铁坨子是怎么飞起来的呢？今天就让我来带大家看看制作组是怎么瞎编，是怎么做的设定的吧。还是先从资料最为详细的 UC 开始说起。UC 的飞行方式简单来说呢，可以分为4类。没错，4类，是不是已经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复杂了？第一种呢最好解释，就是力大专飞型，比较有名的代表呢就是在独角兽中花式虐杂兵的拜亚兰特中型。它飞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巧，就是靠大量的助推剂堆起来的。大家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在空中会拐弯飞行的火箭兵。其实对于大多数 MS 来说都是拥有短时间可以滞空的能力的。至于这个能力怎样，就要看它推进器所提供的推进力，以及维持这种高推进状态能持续多久。而关于推进力呢，我们可以直观的看一下推重比，推重比越大劲儿越大。以元祖高达为例它的本体重量为43吨，全备重量也就是加满推进剂、加满弹药、拿上武器、盾牌等等以后是60吨，而它的推进器推力是55500千克，那么它的推重比呢就是推力的55500千克除以本体的6万千克为 0.925。推重比呢不到1，也就是说元祖在正常情况下是无法垂直起飞的。当然了，助跑一下啥的可能能蹦得挺高的高度而拜亚兰是全备重量60300千克，推力98300千克，也就是说它的推重比达到了 1.63， 再借助特化的引擎以及加装的燃料罐，就可以实现长时间的空中飞，应该说是空中乱窜了正好咱们来看一下 UC 宇宙几台具有时代代表性的高达的机体数据吧。从数据中呢，我们可以看出柯西就是数值的拐点，它的重量和推进力都达到了非常夸张的程度，而随后的 MS 小型化则是把推重比抬到了另一个层次。当然了，机体具体的飞行性能还是要看机体造型所带来的空气阻力，以及刚才我们所说的推进持续时间。像飞行老虎在大力专飞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用于调节姿态的机翼以及进气装置，因此呢获得了不错的空中机动性。而像 Z 高达呢，则是属于有在 MA 形态下的气动加成，因此呢可以实现优越的空中性能。括弧你也别计较这个气动有多合理了，人家能画出个意思来就行了。回括弧。第二个要介绍的飞行系统，就是在 UC 宇宙中最常见到的米氏粒子漂浮系统，简称米漂。它是利用米氏粒子之间的互斥特性所产生的爱丽场来运作的。
这一点在咱们之前介绍过的光束军刀以及光束盾的时候都有讲解过。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无论是光束军刀还是光束盾，都只覆盖着薄薄的艾粒场，而由于艾粒场是基于粒子所组成的，因此具有无法轻易穿透金属、水、地球表面等地方的特性。所以当光束军刀那薄薄的艾粒场碰触到大多数物体时呢，就会破裂，露出里边的高热等离子体，从而实现热切割的效果。而如果散布大量的米氏粒子，并促进它们形成极具规模的艾粒场，则可以达到类似磁悬浮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呢，再在特定位置放出一些记忆性导电粒子，大家可以想象成在空中造了一块一块临时性的看不见的磁场岛屿，则艾粒场呢就可以通过不断的与磁场岛屿产生斥力来实现漂浮的效果。虽然怎么想啊都有点左脚踩右脚登天的感觉，但制作人员已经是尽力编了啊，设定就这么多，别再难为他们了。运用这一技术的典型代表如联邦的白色基地以及吉翁的大馒头阿普萨拉斯，发现没有，都是大块头，这也是该技术的一个技术瓶颈。由于米漂需要大量的粒子散布以及艾粒场生成，因此此装置很难小型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看到的剧如0079、Z 高达、逆压、独角兽等作品都没有出现过利用米漂来实现飞行的机体，更多的呢都是踩踏板或者是大力专飞。而在 MS 上运用米漂系统最有名的当属是科西和佩涅罗佩了。他们为了搭载米漂装置，无论是体积还是重量，都来到了一般型 MS 发展史上的顶点。然而呢，吃书的事情就突然出现了。早期的 MS 设定中呢，它俩都是靠米漂系统来实现飞行的。可就在不久之前的闪哈剧场版中，制作组却将他们的飞行原理改为了接下来咱们将要介绍的第3类飞行系统——米氏粒子飞行系统，简称米飞。其实虽然说是一个全新的系统啊，但基本原理呢还是和米漂差不多，只不过做了简化，并结合当时更高出力的推进器以及更轻便的机身和米漂装置的小型化，达到了力大专飞加漂浮稳定姿态的效果。该系统的重点呢是如何平衡巨大的推进力与漂浮的力，代表机体呢就是微高达。另外呢，同时期也有旋转翼的技术，说白了就是把艾粒场拧成麻花来实现超强的升力，使得这些机体即便不使用推进器也能够飞行。最后要说的也就是第4类飞行系统了，即米氏粒子推进装置。该装置早期呢也是运用于战舰上的，在 V2 高达上才完美实现了 MS 级别的应用，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光翼。这个原理呢其实也不算太复杂，首先创造出范围极大且无艾粒场束缚的光翼薄膜，并利用粒子之间的斥力所产生的反作用力来进行推进，在速度可以达到亚光速的同时呢，还可以通过产生的大量带电粒子，后来又有设定说是高速金属离子啊，反正就是一种粒子吧，来影响周围的各种电子设备。而那推进时产生的巨大的米粒子薄膜，也就是我们说的光翼，这个呢也是具有切割物体的效果。不过要特别一提的是，虽说能够达到亚光速，但也是需要持续加速14天才能够达到。V2 高达的炉子呢也是刚好可以持续以该状态运作14天，就是设定集里边说的亚光速是80%光速，而百度查出来的亚光速呢是90%以上，反正就是很快就对了。好了，以上就是 UC 宇宙 MS 飞行的各种原理了。接下来呢，咱们来简单说一下其他比较热门的作品。W 机体就7、8吨，推进力呢还跟 UC 差不多，拿火箭运卡车了，属于是。与其好奇它为啥会飞，不如好奇它为啥这么轻吧。C 的机体设定都是效仿 UC 的，重量也是60、70吨。不过我印象中啊，官方很少提及 C 的机体的发动机出力以及推进器的推力，大概啊怕是解释不了为啥人家核动力机子有那个出力，你电池机凭啥也有那个出力。不过 C 的系机体呢，并没有采用 UC 米氏粒子这种解释手法，而是通过给机体加入一些翅膀的元素，试图营造一种有翅膀就能飞的光感。拿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由高达来说，它的翅膀可以用来实现高机动空战形态，洋文是High MAT， 再配合电脑控制，让翅膀成为了主动、气动、弹性、记忆啊，反正就是制作组把这个词儿编出来了啊。我觉得诚意应该已经相当可以了。其实 C 的系列啊，我觉得更符合直觉的还是空战强袭那种飞行背包，大推力加滑翔翼。这个说实话啊，推力够大的话还不是那么抽象。C 的终极科技里边也有行星推进系统、光辉传递者，像命运高达啊、强袭自由高达啊和剧场版中的观星者高达都有该系统。顺带辟谣一下，好多人都说强自带光翼是重制版为了卖焦新加的，其实原版就有的。
不要再成为谣言的传播者了。在上述机体中，观星者的系统是相对完整的，这个的设定倒是非常的详细。简单来说呢，就是可以将光转化为推力，也就是将太阳风进行能源转换，获得强大的光压，从而获得推力，达到半永久的加速效果。该装置开发的初衷呢，也是为了让人类获得星际旅行的条件。而由于接收光的是背后的圆环，该圆环可以在周围空间形成能量干涉，并作为攻防一体的屏障武器来使用。最后来说说00嘛，就是 SID 和 UC 的究极缝合了。对于非太阳炉机体，采用的是和 SID 类似的设定，也是有翅膀的力大专飞，甚至呢连100多吨的铁人都能带飞。而太阳炉机体这边则是类似 UC 的米粒子，只不过名字改成了 GN 粒子。咱们前面说过很多差不多的原理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什么？你说量子化跃迁？不懂，过。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视频了。UP 也是收集了很久各种资料才做出的本期视频，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你们的点赞就是我更新的动力。咱们下期再见。